怎么这就受不了了？要打电话找人哭诉啊？小舅子李浩斜着眼，满脸讥笑地看着我。我没有理会他刺耳的嘲讽，只是在手机接通后，平静地将它递到了李浩的面前。我的动作不快，眼神也很淡然，只轻轻地说了3个字：“你来接。”他狐疑地接过电话，懒洋洋地喂了一声。然而，就在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声音的瞬间，他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整个人如同被无形的巨锤击中，当场愣在了原地。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人到中年，很多事情就看淡了年轻时追逐的那些浮华，比如名牌、地位、旁人艳羡的目光。到了这个年纪，才发现远不如一碗热汤，一个安稳的觉来得实在。我的生活就是如此，不好不坏，不惊不喜，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平淡却也解渴。我叫陈默，在一家不大不小的文化公司做内容策划，工作谈不上多有前途，但胜在稳定，能让我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妻子李静是我大学同学，我们从青涩的校园恋情走到现在，感情一直很好。她是那种很温柔的女人，懂得我的沉默，也理解我偶尔的固执。我们在不大但温馨的家里，把日子过得有滋味，这就够了。然而，生活这杯水，总有人想往里面加点别的料。这个人就是我的小舅子李浩。李浩比我们小几岁，是岳父岳母的老来子，从小就备受宠爱。他脑子活络，赶上了互联网的风口，在一家炙手可热的科技公司做到了项目主管的位置。年纪轻轻就收入不菲，成功来得太快，让他有些飘飘然。尤其是这2年，眼光越来越高，说话也越来越冲。在他眼里，我这个姐夫大概就是平庸和没本事的代名词。他觉得姐姐李静是下嫁，是委屈了。这份心思，他从不刻意掩饰。每次家庭聚会，总要明里暗里地敲打我几句。李静为此没少跟他生气，但我总是劝他，都是一家人，没必要闹得太僵。我理解李浩，年轻人嘛，意气风发，觉得金钱和地位就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不想和他争辩，因为我知道我们活在2个不同的世界里。但这一次，在岳父的60大寿宴上，他做的实在太过分了。那天是个周末，天气很好，岳父喜欢清静，寿宴就设在家里，请的都是最亲近的家人和几位老邻居。客厅里人声鼎沸，充满了欢声笑语。我和李静到的时候，大部分亲戚都已经到了。李浩和他新交的女朋友正被一群亲戚围在中间，众星捧月一般。他女朋友打扮得很时髦，手里拎着一个我叫不上名字，但一看就很贵的包。李浩则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手腕上那块闪闪发亮的表，我前几天刚在杂志上看过，价格后面有好几个零。他正眉飞色舞地讲着自己最近又签下了一个多大的项目，公司奖励了多少股份。亲戚们听得连连赞叹，一口一个年轻有为，老李家的骄傲。岳父岳母坐在主位上，脸上虽然笑着，但笑容里多少带着点被架上去的无奈。我们走上前去，跟二老问好：“爸妈，我们来了。”李静亲热地挽住岳母的胳膊，我将手里的礼品盒递给岳父：“爸，生日快乐，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岳父是个老派的知识分子，不好烟酒，唯一的爱好就是写毛笔字，研究点古玩字画。我知道他一直想要一套好的文房四宝，为此我托了好几个朋友，
才淘到一套产自歙县的老坑歙砚，配上李福寿的徽墨和一支手工的狼毫笔。这套礼物花了我差不多2个月的工资，但我觉得值。岳父接过盒子，眼神一亮，迫不及待地打开。当他看到那方细腻如肤的砚台时，脸上的喜悦是藏不住的。哎呀，沉默，你有心了，这可是好东西啊！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砚台的边缘，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爸，你喜欢就好。我心里也松了口气。然而，这和谐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李浩瞥了一眼我们这边，搂着女朋友走了过来，脸上带着一丝不以为然的笑容。爸，别光看姐夫的啊，看看我给您准备的。他说着，从他女朋友的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盒子打开，正是一块崭新的名牌手表。爸，您之前那块表太旧了，我给您换块新的。这款是最新出的，能测心率血压，还防水。您出去钓鱼带着也方便。李浩的声音很大，足以让整个客厅的人都听见。果然，亲戚们的目光瞬间都被吸引了过去。哎呦，这表可不便宜吧？小浩真是有出息，又孝顺，还是你懂你爸的心思。这东西才实用吗？赞美声此起彼伏。刚刚还围着砚台称赞的几个亲戚，也转头去夸手表了。岳父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他把手表接过来，说了句：“你这孩子。”又乱花钱，便放在了一边，又回过头来继续看我的那方砚台。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心里一暖。我知道岳父是真的喜欢我的礼物，但李浩显然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的风头被我这套破石头和毛笔给盖过去了，脸色顿时有些难看。宴席开始后，这种针对感就更明显了。我们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李浩特意坐到了我的对面，仿佛要把我当成他今天表演的唯一观众。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亲戚们的话题很自然的就围绕着孩子们的工作和收入展开。小浩啊，听说你们公司快要上市了，那你手里的股份可就值钱了。一个舅舅问道。李浩得意地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红酒，慢悠悠地说道：“快了，也就是明后年的事。到时候，我就在北京2环里换套大点的房子，再给我爸妈换辆车。哎呦，那可了不得！静静，你看看你弟弟多有本事！你当初要是听我们的……”一个婶婶话说了一半，被我岳母用眼神瞪了回去。李静的脸色有些发白，放在桌下的手紧紧地握住了我。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和委屈。我反手拍了拍她的手背，给了她一个安心的眼神。这些话我听的耳朵都快起茧子了，早就习惯了。中年男人的脸皮，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比较和审视中，被磨砺得越来越厚的。只要我的小家庭是温暖的，外界的风雨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李浩显然不打算就此放过我。他把玩着手里的高脚杯，目光若有若无地飘向我这边。其实啊，挣多少钱都是次要的。他忽然话锋一转，仿佛在发表什么人生感言。最重要的是，人要有上进心，不能安于现状。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地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些人啊，就是太容易满足了，守着一份饿不死也发不了财的工资，就觉得岁月静好了，自己没本事也就算了，可别拖累了家人。他每说一句，都像是一根针，不疼但扎人。我知道这些话句句都是说给我听的。桌上的气氛因为他这番话瞬间变得有些微妙。亲戚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好接话。李静的脸已经涨得通红，嘴唇紧紧地抿着，眼看就要发作。我赶在他开口前，
轻轻地在桌子下捏了捏他的手，示意他冷静，跟一个喝了点酒就找不到北的人计较，不值得。岳父重重地咳嗽了一声，似乎想打断这个话题。吃饭，吃饭，菜都要凉了。李浩却完全没有领会岳父的意思，他似乎觉得我的沉默是一种懦弱，是一种默认，这让他更加得意，也更加肆无忌惮。他将杯中剩下的红酒一饮而尽，然后重重地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下来，看向他。他要的就是这个万众瞩目的效果。他直视着我，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和一丝酒后的亢奋。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我知道今天这顿饭是没法安安稳稳地吃完了。我只是没想到他会把话说得那么绝，做得那么过分，完全不给我们彼此留一点体面。有时候家人带来的伤害远比外人要来得更深更痛，因为你知道那把刺向你的刀曾经被你最亲爱的人握在手里。我看着对面那张因为酒精和傲慢而显得有些扭曲的年轻脸庞，心里第一次升起了一股无法压抑的寒意。我深吸一口气，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我在等他把所有想说的话一次性说完。岳父那声吃饭的提醒，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没能激起半点波澜，反而让李浩的表演欲更加高涨。他仿佛一个站在舞台中央的演员，觉得所有灯光都聚焦在他身上，而我就是那个用来衬托他光辉形象的不值一提的配角。他晃晃悠悠地站起身，端着酒瓶，绕过半个桌子，走到了我的身边。一股浓烈的酒气夹杂着高级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他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用力地拍了拍，那力道与其说是亲近，不如说是挑衅。姐夫，不是我说你。他的声音比刚才更大了，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关怀。你看你来北京也10多年了吧，工作还是老样子，房子还是那套小两居。男人嘛，就得有事业心，得让自己的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他的话音一落，桌上立刻有亲戚附和：是啊是啊，小浩这话在理。沉默啊，你确实也该多为静静和孩子想想了。这些话像一把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搁在李静的心上。他的眼眶红了，低着头，死死地咬着嘴唇，肩膀微微颤抖。我能感受到他的屈辱和愤怒，比我自己受到的羞辱更让我难受。我伸手将他放在桌上的手握在了我的掌心里，他的手冰凉，还带着一丝颤抖。我用力地握紧，想把我的温度和力量传递给他。岳母的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李浩，你喝多了就少说2句，今天是你爸的大寿，别在这儿胡闹。岳母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妈，我没喝多，我说的都是实话。李浩不耐烦地甩了甩手，完全不理会母亲的警告。他转过头，继续对着我说：姐夫，你别怪我说话直，咱们是一家人，我这也是为你好，为我姐好。他顿了顿，似乎在酝酿更具杀伤力的话。你看我姐当年在大学里也是校花级别的，追她的人能从宿舍楼排到校门口，要不是跟了你，现在指不定过得多好呢。这句话像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了我的脸上，也打在了李静的心上。李浩，李静再也忍不住了，猛地站了起来，双眼通红地瞪着他。你给我闭嘴！我的生活过得好不好，用不着你来评价。沉默是我自己选的丈夫，我从没后悔过。姐，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苦心呢？李浩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我是怕你受委屈，你这个人就是心太软，什么苦都自己扛着。他
他这番话看似在为李靖着想，实际上却是在向所有人暗示，李靖跟着我就是在受苦，真是诛心之论。整个客厅鸦雀无声，气氛尴尬到了极点。亲戚们低着头，假装在夹菜，但耳朵都竖着，等着看这场家庭闹剧如何收场。岳父的脸已经气得铁青，他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刚要发作，我却对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我知道这个时候谁说话都没用，李浩已经钻进了牛角尖，不把他那点可怜的优越感全都炫耀出来，是不会罢休的。果然，李靖的维护在他看来更像是被我说动了的嘴硬。他冷笑一声，将矛头再次对准我，说出了那句让我彻底无法再忍耐的话：姐，你别管，我是为你好，也是为姐夫好。他弯下腰，凑到我耳边，却用足以让全桌人听到的音量说道：姐夫，这样吧，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帮你一把。我们公司最近正好在招人，虽然门槛挺高的，一般人进不去。不过呢，我们部门还缺个行政助理，平时就是打打杂，复印个文件，跑跑腿什么的。虽然工作累点，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好歹是我们那种大公司，说出去也好听。工资嘛，肯定比你现在高。怎么样？要不要弟弟我帮你跟人事总监打个招呼？说完，他直起身子，得意洋洋地看着我，仿佛一个正在施舍的君王。他说的那么真诚，那么体贴，每一个字却都像淬了毒的针，扎进了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他不是在给我提供一个机会，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向所有人宣告我的失败，践踏我的尊严。他将我高攀的形象用这种近乎残忍的方式钉死在了所有亲戚面前。那一刻，我能清晰地听到李靖压抑的抽泣声，我能感受到岳父岳母那既愤怒又无奈的目光，我也能感受到周围那些亲戚们眼中或同情，或鄙夷，或幸灾乐祸的复杂情绪。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李浩那张因为得意而显得有些狰狞的笑脸。我缓缓地抬起头，迎着他的目光，我的心里没有他预想中的愤怒和失态。出乎意料的，我感到一阵平静，就像暴风雨来临前大海那异乎寻常的宁静。我甚至还有些可怜他，可怜他被这点小小的成就蒙蔽了双眼，看不到生活中除了金钱和地位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可怜他把最亲的家人当成了用来炫耀自己成功的工具。但我知道，对付这种人，愤怒和争吵是最无力的反击，那只会让他更加得意，让他觉得自己说中了你的痛处。你要做的就是用他最在意的方式，让他明白，他那点引以为傲的资本，在你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我慢慢地松开了紧握着李靖的手，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缓缓地站了起来。李浩看到我站起来，还以为我要跟他理论，脸上的笑意更浓了。怎么，姐夫觉得没面子了？他抱着胳膊，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我没有看他，而是转身对着满脸泪痕的李靖露出了一个温和的微笑。别哭，我来处理，我去打个电话。我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说完，我便转身朝阳台走去。我的这个举动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大概都在猜测，我是不是真的要打电话向谁求助，或者只是找个借口逃离这个尴尬的现场。李浩在后面发出一声嗤笑：打电话？你能打给谁啊？找人哭诉吗？还是想摇人来给你撑场面？我倒想看看你能认识什么大人物。他的声音充满了不屑和挑衅，在安静的客厅里回荡。我没有回头，脚步也没有丝毫停顿。
我走到阳台的落地窗前，背对着客厅里所有复杂的目光。从玻璃的倒影里，我能看到李浩那张嚣张的脸，能看到李静担忧的眼神，也能看到岳父紧锁的眉头。我拿出手机，指尖在屏幕上划过。通讯录里的人很多，但我需要找的那个却总是在最显眼的位置。我找到了那个备注着老王的名字，然后平静地按下了拨号键。电话嘟了几声后被接通了。客厅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想听听我到底在跟谁打电话。李浩更是伸长了脖子，竖起了耳朵。他大概以为我会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在电话里大吐苦水，但是他想错了。我接下来的举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电话接通的那一刻，阳台外的风声和客厅里压抑的呼吸声奇异地交织在一起。我没有像任何人预料的那样对着电话倾诉哪怕一个字的委屈。我甚至没有开口说话，我只是拿着手机，缓缓地转过身，重新面向客厅里那一张张表情各异的脸。我的目光越过那些看热闹的亲戚，越过表情复杂的岳父岳母，直接落在了李浩的身上。他依然保持着那个暴毙嗤笑的姿势，眼神里充满了挑衅，似乎在等着看我如何出丑。我迈开脚步，一步一步从阳台走回了餐桌旁。我的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高档地砖反射着水晶吊灯的光芒，在我的脚下延伸出一条安静的通路。整个世界仿佛都被按下了静音键，只剩下我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的轻微声响。我走到了李浩的面前，停下。他比我高半个头，此刻正用一种俯视的姿态看着我，嘴角那抹讥讽的笑容越来越大。怎么了，姐夫？电话打完了，哭诉完了。他故意提高了音量，是跟你那帮穷哥们借钱呢，还是找你那小破公司的领导求安慰啊？他以为他赢了，以为我已经到了尊严尽失、无力反击的绝境。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也没有理会他话语里的侮辱。我只是抬起手，将那部依然保持着通话状态的手机缓缓地、平稳地递到了他的面前。这个动作让李浩脸上的笑容出现了一瞬间的凝滞。他愣了一下，不明白我这是什么意思。周围的亲戚们也都看呆了，他们大概也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处理方式。干什么？李浩皱起了眉头，眼神里充满了戒备和不解。让我接？谁啊？你妈啊？他的话语依旧刻薄，但底气似乎已经不像刚才那么足了。我的平静让他感到了一丝不安。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曾经清澈，如今却被物欲和傲慢填满的眼睛。然后我用一种不带任何情绪的陈述事实般的语气，淡淡的对他说了3个字：你来接。这3个字像3颗投入他心湖的石子，不重，却激起了他满心的疑窦。他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我，似乎想从我的脸上找出哪怕一丝心虚或者装腔作势的痕迹，但他失败了。我的脸上一片坦然，最终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在强烈的好奇心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驱使下，他还是伸出手接过了我的手机。或许在他看来，这不过是我最后的故弄玄虚的挣扎。他想看看我到底能玩出什么花样。他甚至还轻蔑地切了一声，然后才把手机放到了耳边。喂，他懒洋洋地开口，带着7分不屑，3分不耐烦。他以为电话那头会传来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声音，或者是我某个朋友虚张声势的质问，然后他就可以狠狠地嘲笑我，将我的最后一点尊严彻底踩在脚下。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一记最响亮的耳光，
就在他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声音的瞬间，他脸上的笑容，他眼神里的不屑，他浑身上下那股嚣张的气焰，就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瞬间扼住，然后彻底粉碎。他的身体猛地一僵，整个人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当场愣在了原地。他的瞳孔在那一刹那骤然收缩到了极致，像2颗被刺破的黑珍珠。他的嘴巴微微张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仿佛喉咙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堵住了。他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褪去，变得惨白如纸。那是一种混杂着极度震惊、难以置信和深入骨髓的恐惧的表情。握着手机的那只手也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仿佛那部小小的手机有1000斤之重。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客厅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李浩这突如其来的巨变。没有人知道电话那头的人是谁，说了什么，但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那个前一秒还不可一世、嚣张跋扈的李浩，在这一秒彻底垮了。他的骄傲，他的资本，他所有的优越感，都在那通神秘的电话面前被击得粉碎，不堪一击。寂静，死一般的寂静，只有李浩越来越粗重、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在空旷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刺耳。风暴的中心已经转移了，刚才是我，现在是他。那短暂的、令人窒息的静默，仿佛持续了1个世纪那么长。终于，李浩的身体像是从冰冻中解脱出来一般，猛地哆嗦了一下。他接下来的反应比他刚才的呆滞更让所有人震惊。只见他那原本挺得笔直的腰，瞬间就弯了下去，形成一个近乎谄媚的弧度。他那只没有拿手机的手下意识地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冷汗，然后他用一种我们从未听过的带着哭腔和极度恐惧的声音对着电话结结巴巴地开了口：王总。仅仅是这2个字，就仿佛抽干了他全身的力气。您怎么会？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些什么，李浩的头垂得更低了，几乎要埋进胸口。是，我在家，在参加我爸的寿宴。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沉默。他是我姐夫。当他说出姐夫这2个字的时候，他的身体明显地晃了一下，脸上那惨白的颜色又加深了几分，甚至泛出了一丝清气。他终于意识到，他刚才究竟对一个怎样的人说了怎样一番愚蠢透顶的话。我错了，王总，我真的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知道他是您的朋友，是我的错。他开始语无伦次的道歉，声音里充满了绝望的哀求。我马上道歉，我马上跟我姐夫道歉，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求您千万别……后面的话他已经说不出来了，只是一个劲地对着电话点头哈腰，仿佛电话那头的人就站在他的面前。到此，真相已经昭然若揭。虽然亲戚们不知道王总究竟是谁，但他们都看得出来，这个人是李浩绝对得罪不起的，能一句话决定他命运的大人物。而我，沉默，这个在他们眼中平平无奇，甚至有点窝囊的男人，竟然能让这位王总亲自打电话过来为我出头。李静也惊呆了，他捂着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和疑问。其实事情很简单，电话那头的老王就是李浩所在公司的创始人王正阳，他也是我大学时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我们一起熬夜写代码，一起啃着泡面讨论创业的梦想。
那家如今在业界声名鹊起的科技公司，最初的雏形就是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宿舍里诞生的。公司成立后，我俩是最初的合伙人，他擅长管理和运营，我则专注于技术开发。公司走上正轨，规模越来越大之后，我们的分歧也出现了。王正阳享受那种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感觉，而我却厌倦了无休止的会议、复杂的办公室政治和虚伪的商业应酬。我的理想从来不是成为一个身家亿万的富豪，而是一个能自由创作的技术人和一个能陪伴家人的好丈夫、好父亲。于是，在一个深夜长谈后，我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的决定。我退出了公司的日常管理，只保留了创始人的股份，成了一个只拿分红、不问世事的隐形股东。这些年，我用分红的钱在北京买了房，做了些稳健的投资，足够让我的家庭过上衣食无忧，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富足的生活。只是我从不张扬，我和李静都觉得日子是过给自己的，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我找了现在这份清闲的工作，每天准时上下班，有大把的时间研究我喜欢的技术，陪妻子逛街，陪孩子写作业。我享受这种平淡的幸福，也习惯了被李浩这样的人贴上平庸的标签。我从没想过要用这层关系去炫耀什么，更没想过用它来打谁的脸。如果今天李浩的嘲讽只针对我一个人，我也许笑笑就过去了，但他不该，千不该万不该把李静也牵扯进来，让他受那样的委屈。他触碰到了我的底线。我那通电话并没有对王正阳说什么，我只是在电话接通后把手机给了李浩。以王正阳的精明，他只需要听到李浩的声音，再结合我拨打电话这个行为，立刻就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他知道我的性格，如果不是被逼到了份上，我绝不会用这种方式联系他。果然，他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还要直接。不知电话那头的王正阳最后说了句什么，李浩的身体像一滩烂泥一样彻底瘫软了下去，手机从他无力的手中滑落，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通话也因此中断了。他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眼神空洞，仿佛被抽走了灵魂。几秒钟后，他像是突然惊醒一般，猛地转过身看向我，然后在所有人震惊到无以复加的目光中，他扑通一声，膝盖一软，差点就要跪下去。我眼疾手快，上前一步扶住了他。我不想让场面变得那么难看，毕竟他还是李静的亲弟弟，是岳父岳蒙的儿子。李浩被我扶住，身体却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他再也不敢看我的眼睛，当着所有亲戚的面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头几乎埋到了膝盖里。姐夫，对不起，我错了。他的声音带着无法掩饰的颤抖和哭腔，是我狗眼看人低，是我混蛋，我不该那么说你，不该让我姐受委屈，求求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这一次吧。你再给王总打个电话，帮我说句好话，行不行？求求你了。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之前那些附和着李浩对我指指点点的亲戚们，此刻一个个都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们看我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同情变成了现在的震惊、敬畏，还有一丝丝的恐惧。人性有时候就是这么现实。我弯腰捡起了地上的手机，屏幕已经摔裂了，但还能用。我看着眼前这个几乎要崩溃的年轻人，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声无奈的叹息。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听清。我们是一家人，
我希望你能记住今天发生的事情，不是为了记住我的身份，而是为了记住家人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尊重，做好你自己的工作。以后不要再用金钱和地位去衡量别人，更不要去伤害你的家人。说完，我不再理会他，而是走到了妻子身边。李静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断地往下掉，但这泪水里不再是委屈和屈辱，而是释怀，是心疼，更是为我感到骄傲。我伸出手，轻轻地帮他擦去眼角的泪水。好了，没事了。岳父岳母也走了过来，他们的表情非常复杂，有震惊，有恍然大悟，但更多的是对我这个女婿的歉意。沉默，我们岳父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爸妈，什么都别说了，我打断了他，我们还是一家人。今天是爸的60大寿，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这场本该喜庆的寿宴，最终在一种极其诡异的气氛中收了场。小舅子李浩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整场都缩在角落里，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那些亲戚们走的时候，对我的态度都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客气的甚至有些谄媚。回家的路上，我和李静都没有说话。车窗外，城市的霓虹灯飞速地向后掠去，像一条条流光溢彩的河。快到家时，李静突然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轻声说了一句：“对不起。”我有些诧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这些年委屈你了。他的声音带着浓浓的鼻音，我早就该狠狠地骂醒他，而不是让你一直忍着。我笑了笑，腾出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傻瓜，我有什么好委屈的？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声嘶力竭地向全世界证明自己，而是拥有在关键时刻能让对方瞬间闭嘴的实力和守护自己家人的底气。今天这通电话，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李静没有再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我知道，经过今天这件事，我们这个小家庭会比以前更加和睦，也更加坚固。而小舅子李浩也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消化今天的教训，但愿他能真正明白，人这一辈子比金钱和地位更重要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亲情和尊重。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